快看了，快看喽！老大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把全城通缉你的告示全都撕下来了。只要不碰到石家那群人，我们就是安全的。呸呸呸！快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喂，花兄弟，既然大家都饿了，不如就近找家小酒馆吃得了。不行，小酒馆不合我口味，还是昨天那样的酒楼才能让我一醉方休。本大爷昨天在那家酒楼可被雪特胖子害惨了，还去那家？你故意的吧？你这个烂酒鬼，能喝醉不就行了？还那么多臭毛病。要是那么没胆子，直接学老鼠打斗，开城逃溜就行了。还想做什么大事？喂，本大爷可不是怕事啊，只不过万一有什么意外，还要带着你们几个逃命，那本大爷岂不是自找麻烦？谁是麻烦，还说不定。你花兄弟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吃吗？我可不想和叽叽喳喳的猴子一起吃饭，我还是上2楼雅座吧。小二，再加点菜。姓花的你，大家好像没钱吃饭啊。小二买单。这顿我做东，别客气啊。嘚瑟什么？老大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我听江湖上的奇人异事，往往都是脾气古怪的。花兄弟这样不算稀奇。要不是老大认识花兄弟，看他那副拽样，我还以为他是花家那把风流名剑呢。风流名剑？哎，老大，你不晓得吗？7大宗门里花家的后起新秀啊。谁啊？风流名剑花风流啊。听说他用剑造诣极高，他兄长死于绝世高手李煜手中。花风流为了报仇，四处追寻李煜决斗，惨败后侥幸留得性命，凭此名动江湖。靠打输来成名，那花次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。哎，老大，这你可就说错了。如果花兄弟真是花风流的话，那他可是近10年里剑仙李煜手下唯一的活口啊，当然轰动了。剑仙？哪个家伙这么嚣张？取这种绰号不怕整日被人追杀吗？嚣张是当然了。听说他曾3闯中土王城，于千百高手环伺下轻取仇人的首级，剑视天下，是近年来大陆第1风云人物。啊，不会吧，这么拽？大哥，要讲起绝世剑仙李煜，那小弟我又可以好好的捞一票了。各位街坊兄弟叔伯请了，小弟来到贵宝地盘缠不足，今天斗胆为各位说一段故事，希望大家不吝赏赐啊。好，说得好，小爷打赏。这雪特胖子又要搞什么名堂？左手腕，右手食，像了个叮当来说辞。别的段子今日不消说，就说这个老爷们老难疼，说难疼，斗难疼。金莲宫殿好辉煌，可偏偏就生了个李后王。老德国破有家亡啊！哈哈。嘚儿飘，嘚儿飘，嘚儿一嘚儿飘，嘚儿嘚隆咚一咚飘啊！嘿，说李郎铁胆好儿郎，英姿不凡，身健我爽，秦淮河畔为名扬。赢得绿帽乌龟大王八爷！有意思。说起这李煜呀，本是大陆上一个小国南唐国的第1皇子，天生便是用剑的天才。后来拜入白鹿洞门下，蒙宗师岳贤者陆游赏识，亲收为徒。一成后未逢敌手，可谓年少得志，不可一世乎。咱的南唐老国主为了抬高儿子的名气，决定在传位前举办比武招亲。招亲的一方则是号称南唐第1的大美人
也就是李煜相恋已久的情人。招亲一经发布，虽有不少青年贵族慕艳名而来，可谁料想啊，大陆上第一王国中土的三王子也在其中，结果被李煜一脚踢下擂台，祸根便由此种下了。那后来怎么样了？得罪王室，其罪可诛啊！在婚礼举行的前日，自白鹿洞的师兄突然到来，与李煜大醉一场。待到我们的李大公子再度醒来之时，怎料已被废掉了武功，手脚筋脉全被挑断了，沦为了阶下囚。与此同时，中土的军队同时攻破城门，南唐国就此灭亡了。真是乐极生悲呀！同门师兄弟如此相残，白鹿洞可真让人刮目相看呐。那李煜后来怎么样了？这李煜啊，江湖传闻李煜在狱中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，中土还赐了杯毒酒，要置他于死地呢。那美人呢？不是还有个美人吗？据说这个美人啊，为了替李煜求情，主动献身给了中土三王子，进了别人家的后宫啊。唉，难怪叫做乌龟大王八呢，死了还戴绿帽。李小子真是死不瞑目啊！如果就这么死了，那倒是干干净净，中土洪福齐天呢。怎么还没死呢？非但没死，2年后啊，李大公子重出江湖，还把祖传的青莲剑歌练得出神入化呀！一出山便立刻杀入中土王城，欲要击杀三王子。正当李煜打算一剑刺破三王子胸膛之时，却不知为何突然罢手，反而与赶来救驾的破琼骑士团展开了一场恶战。破琼骑士团可以说是当世最强的武力集团，中土王国的精英之所在呀。李煜他单身孤剑，不但不逃走，反而力战4大军团长，剑挑破琼骑士团，杀得中土风云变色，天仇地惨呐！就连皇宫正殿的匾额也被斩为2段啊！后来4大军团长人人带伤，在场的破琼骑士也无人全身而退。至于李煜，也是奄奄一息。可是纵使伤成这样，竟没一个人能拦得住他。能在其包围下逃出升天，已是千难万难，更遑论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。什么？这么嚣张？中土是没能人了吗？啊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，皇城里惊天动地的一战，中土可谓是心惊胆寒啊！在此之后，中土广邀大陆各地高手，联合7大家族，在秦淮河畔处截住了李煜，展开了一场血战。这一战可以说是惊天动地，震古烁今。李煜独挑7大宗门率领的3000余人的各路高手，然而这李大公子单凭一己之力，杀得其他家族那是鬼哭神嚎，日月无光啊！据说此战过后，秦淮河水为之飘红3月呢。这么厉害，那这家伙岂不是大陆上第一的通缉犯啊？当年的确是的，不过现在大哥你也水涨船高，绝对有挑战他记录的实力啊。那后来呢？就算李煜是第一剑仙，也不可能毫发无损吧？没错，按照中土军部估计，我们李大公子受此重伤，就算不死，也得再蛰伏数年养伤啊！谁知，就当众人以为李煜仍在养伤时，他却穿过层层障碍，再次来到中都。这一次，他虽未再与人动手，
但所见过他的人都只能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：深不可测。不过呀，这次李煜的做法略有不同。什么不同？以他那么高的武功，这次不会把整个中土皇宫都拆了吧？唉，这次发生的事属实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啊，为时叫人难以理解。李煜他与中土握手言和了啊！如此神剑，如此血仇，居然能够握手言和？奇怪了，李煜为什么会和中土谈和呢？有人说，他是为了保南唐国的遗民；还有人说，是因为中土请了国师陆游出关，这才逼得李大公子不得不和谈。李煜他武功再高，到底也不能和经历九州大战的越贤者陆游相提并论呐。姑且不论形势，李煜的武功、胆识、狂傲，真是傲视天下。若是有朝一日能像他这般，凭借一人之力，让天下为之撼动，这样才算是大丈夫、大事业。这些年来，每次说到李煜的故事，堂下都是这般好声难绝。有人评价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，也有人说他卑鄙无耻，是一个不要脸的懦夫。世事如迷，天难道，终有道人在后头啊！看来要评定此事，要由后人来盖棺定论了。各位客官，今回到此散场，明日请早。多谢捧场，多谢捧场啊！多谢捧场。小五啊，早知道就派你上去帮忙弹琴，说不定赚得更多。这么危险的事我可不敢。我以前瞧人说李煜的故事，能这么和平收场的可不多呢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莫非有听众听不高兴，掀了桌子？李煜见识天下，固然是声名显赫，但是连年血战，得罪的人也不少。他的仇家既不敢找他，也找不到他。怨愤所激，常在听到他名字时大发脾气。多谢捧场，个性糟一点的，多谢，甚至杀说书人出气。所以我说，多谢捧场，多谢捧场。多谢捧场，多谢捧场。诸位爷，捧个场呗。石家做归，谈论贼人李煜者，就地正法。暹罗乃是自由都市，你们石家人的家规怎能管到此处？你们石家人为何如此不讲道理？完了完了，怎么又是石家人？这李煜也跟石家有仇吗？石家家主石崇是中土第1军团长，李煜杀入皇城时，一剑打碎了石崇半条背椎，落了个半身不遂。石家人当然恨透了李煜。大人们，跑啊！老大，你们两位没有啊？救命啊！你这死血的胖子，现在正是避免暴露身份的时刻，你竟然还把敌人引过来！好小子，胆敢阻挠大爷办事，你是什么人？你们这帮石头混蛋，听好了。我们家老大就是威震大陆通缉榜响当当的大人物，蓝斯洛大爷是也。幸好白氏也有聪明的时候，要说出柳一刀的名号，今天就别想脱身了。蓝斯洛，什么狗屁东西！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把他和那个雪特混球一起宰了。男的宰了，女的留下来。你们这些烂黄瓜臭鸡蛋，本大爷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
你这小子得罪我们石家人什么下场？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们这些石头家的，就只有这一句台词吗？这家伙的内功有点像甘真哥提到过的阴贼柳一刀的邪门功夫。臭小子，你等着！别走，你们每个人先让本大爷砍2刀。哪个天杀的敢偷袭本大爷？有一套啊！我这12七步断魂，阁下连退4步，还能挥刀斩蛇，确实体魄过人呢。七公子好！老大呀，老大，这下我们可惨了！这人可是石家13太保之一的七公子石存和呀！就是你这个阴阳怪气的，放毒蛇咬我是吗？本大爷要把你砍得像蛇一样滑溜！想不到这小子内力竟然如此深厚，我的12剧毒无比，没我解药，他应该连根手指也举不起来才对啊！老九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九公子好！坏人打！对的，老九，你看看这坏人把我们的人都打成什么样了！坏人打！臭小子，看你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我们家老九呢，早就练成了10家绝学大力金刚身，就算你有把削铁如泥的怪刀，也伤不了他半根汗毛的。这些家伙，我要与本大爷称兄道弟，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，都巴不着本大爷死吗？九弟，给他留口气儿，我要吸光他内力，再去喂我的蛇。本来还以为会有场好戏看，想不到都是一群废物。不过这小子斗志不错呀，念在我和你也算相识一场，等哪天心情不好，摔碎几块石头替你报仇。元武郎吗？能无声无息地来到我身后，这娘娘腔果然不简单。你老大都快被人掐死了，你不去替他报仇，到这儿做什么？花二哥真爱开玩笑。小弟武功低微，当然是上来搬救兵了。您武艺高强，刘老大又是您多年旧友，您看到老友奄奄一息，为何只是在楼上饮酒作乐呢？哼，戏演得不错呀。你武功低微，那昨天东方家和石家就不会闹得手忙脚乱了。我不知道你对那个废物有何企图，如果你想要他不死的话，还是自己出手吧。花兄弟哪儿的话，小弟最是胆小，见不得鲜血。可花兄弟就不同了，
凭着您这当代名剑的威名，底下的人听了还不知难而退吗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是近年来李煜剑下唯一的胜者，名剑称号当之无愧呀。哎呀，时间紧迫，兰斯洛老大快撑不住了。花兄弟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倘若我侥幸赢了，你就出手帮头，解围如何？哼，我为何要跟你打赌？因为传说中的花风流是一位留恋赌方、酷爱刺激的人。我现在猜中3件你心中所想之事，如果我猜错了，我这颗脑袋送给花兄当球体；倘若猜对，你就负责保护兰斯洛老大周全，如何？我倒也好奇，你能猜到什么？别挣扎了，乖乖做我蛇儿的美餐吧。是花儿哥，花儿哥来救我们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是坏人。何人敢阻碍我石家行事？